四川地震了。昨天中午12点52分，在甘孜自治区的泸定县发生了地震。这泸定县呢，就是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地方。震级呢是6.6级。要说这个震级也不算低了啊。这是这个区域方圆200公里范围内过去5年震级最高的一次。死亡人数截止到昨天晚上已经有46人，我估计数字还会继续增加，因为还有10几个人失联。这四川这些年大震小震不断，据说这是2大什么地壳板块运动的结果碰在一起了，所以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地震。从早期的汶川地震，再到雅安庐山地震，再到九寨沟地震，再到这一次大家可以看泸定地震，这此起彼伏，每隔几年来一次。所以说对于四川人民来说，确实也是天灾人祸都凑到了一起2013年的雅安庐山地震我当时还去现场做了报道。当时我们到了雅安之后路上全是这个救援的汽车，进不去了。后来呢，我们就徒步1天多的时间走进了庐山县，一直在这个地震的核心地区待了差不多1周的时间，每天住在帐篷里做各种各样的报道。要说这一次的地震大家关注的焦点并不在泸定，虽然泸定的这个损失也并不算小。那么大家关注的焦点在哪儿呢？在成都。成都距离这次的震中其实也并不远，只有226公里。在整个成都震感特别强烈。我看到很多视频中间的楼摇摇晃晃，有的楼这个2个楼之间的那个钢梁都断了，甚至有那楼往下掉一些这个附着物。但是这个成都跟平时还不太一样，这会儿正在做什么？这个正在居家隔离它不叫居家隔离是叫居民原则居家。一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从9月1号开始到9月5号还在继续。本来这个居民原则居家一开始说是3天还是4天，但是到了3天和4天的时候又继续往前，所以成都市究竟到哪一天会结束这个居家隔离，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在这个居家隔离期间发生了地震。地震你想想人们的反应是什么？肯定是跑所以很多人从楼上往下跑。结果呢，跑到消防通道的时候，发现一看门锁着呢。肯定是社区或者是居委会出于防疫的需要把这个锁起来了。有的呢是把整个楼用栅栏围起来了。有的小区呢是跑出去之后呢，到了小区的门口想往外跑，社区的人劝他们不能往出说楼还没倒呢，赶紧回去。有的小区甚至说，当时要地震的时候，大家问这个物业的人说能跑吗？物业的人说先等等，再等一会儿，然后等一会儿说不用跑，不能跑了就在家待着。这就是成都发生的事情。魔幻吧，荒谬吧，地震发生了，大家想跑不让跑，因为什么？因为防疫的需要，因为居民原则居家，原则居家。所有居民回家全部回家，不要在这打对对。这个只是地震，四川人民大事没见过。成都有一个法律博主，这个人名叫法山叔，他在微博上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正在居民原则居家的这个居民们遇到地震有没有权利因为紧急避险而往出跑？这个问题应该说提得非常好，我看了转发评论有2-3万了。但是呢，他没上热搜。你现在在微博上，你去搞这个四川地震的热搜全是那些正能量，什么消防队员紧急开赴灾区教师这个不顾自己的安危去保护小朋友真正四川人民关心的这个有没有紧急避险的权利的讨论没有。什么叫紧急避险呢？就是基于现实而紧迫的情况，我如果采取的措施获得的法益大于我不采取的措施，
这就叫紧急避险，对吧？这就是我们在学法律课的时候经常学到的一个原则，对吧？这就是前提。就比如说这件事情，法善书的意思是说，你如果要是跑的话，你获得的收益是什么？就是你有可能不会被砸死，对不对？地震如果很大的话，但是你牺牲的是什么？你跑出去了之后，那你可能大家互相交叉感染，成都市的这个防疫措施可能会毁于一旦。这就是这两者之间相比较嘛，哪个大哪个小嘛？他问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要说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用我的观点来说啊，其实就是不应该跑。为什么？你想想，你成都市这些居民，你从楼上跑下去了，你虽然自己能活命，但是呢，成都市2000万人呐，他们的防疫措施从9月1号搞到9月5号，已经快成功了。你们跑出去四处一乱窜，互相一传染，那2000万人的防疫措施不就失败了吗？相比于你们住在楼上那些人的生命啊，虽然比较宝贵，但是跟2000万人的防疫大政方针相比较起来，你毕竟属于少数嘛。说实在的，砸死就砸死了，对不对？如果砸死了，也是属于多难兴邦的代价嘛。如果没砸死，你就属于配合政府防疫的这么一个措施的这个模范标兵嘛。大家不要觉得这是玩笑啊！你去看看胡锡进就又出来雕盘了。胡锡进说啊，他说你如果是在泸定，你往出跑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在成都呢，这种非震中的地区呢，你就还是在家待着吧，配合防疫措施。这个防疫措施不仅仅对你有效，对你有利，不仅仅对成都市的政府有益，对你也有益呀。防疫搞好了，大家不生命安全就更有保障了吗？这胡雕盘呢，这些之所以我们管它叫雕盘，它其实就是为了洗地，它经不起逻辑推演。它这个逻辑最大的破绽是什么？就是你怎么知道在那短短的几秒地震发生的时候，你那个地方是震中还是边缘地带呢？我给胡锡进8个脑袋，他如果在四川成都，在那5秒钟的时候，他能想清楚他是震中还是边缘地带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就是为了成都市的这个所谓的防疫措施洗地嘛。这就是现在啊成都市正在发生的事情，荒谬吧，可笑吧？按说啊，地震发生了，人们从楼上往下跑求生，这个问题根本不应该讨论。但是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啊，就是在成都这次居家隔离期间啊，发生了一次地震呢，是一次特别好的一个契机。我不是说它是好事儿，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这个契机啊，就检验我们这些防疫措施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如果防疫措施啊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居民的生命安全，那么当地震发生的时候，毫无疑问应该允许每个人往外跑。为什么？因为地震面临的威胁是现实而紧迫的，你不往出跑就有可能被砸死。你跑出去了，即便交叉感染、互相传染，它其实所造成的危害也是不确定的，还面临着一个死亡率的问题、重症率的问题，对不对？显而易见，每个人都应该往出跑，居委会、社区都应该帮助大家一起往外跑。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却不是这个景象，居委会那些人还拿着大喇叭让人回去呢，说这个地震呢不要紧，大家回去吧，是吧？四川人傻子没见过，赶紧回到家里面去。所以他戳破了一个谎言，这个谎言是什么？现在的防疫措施根本不是以保证居民的身心健康、生命健康为目标，他的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政治利益。大家都知道啊，在防疫的过程中间，我们过去也会遇到一些个体代价。比如说前一阵网上有一个母亲出来控诉，就是四川的，她说她儿子啊本来约好了医院去到那儿治疗，结果就赶上隔离了就去不了了之后呢，后来再一耽误再去的时候就没有抢救过来，人就死了。对一个重病人来说，他错过了所有的黄金抢救时间。
何况还是10天。我要问政府，为啥我儿子一再说我这个病拖不起，为啥还非要我儿去隔离？我心痛，我不敢信，我儿死得好冤哦。市长也打了几次电话也打不通，晓得吗？我心情也无法舒缓。我真的不晓得对这个咋个说，我也不晓得是要讨说法还是要咋个。现在屋头就是他的老婆不得工作，留下了2个娃娃，一个9岁，一个2岁半，然后就是我这个老的，真的我都不晓得以后的生活咋个办，也不得啥子生活来源。看到那个母亲啊，当时在这个视频中间的那个控诉啊，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但是有些人反对的是说，这是个体代价，对不对？你或许你的儿子本来不应该死，但是相对于成都市2000万人来说，你只是一个家庭。这是过去的很多人的一个观点，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地震不一样，是20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受到威胁。那么如果你要是2000万人的生命都成为代价的时候，你获得的目标是什么？还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利益吗？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吗？这个逻辑你显然讲不通了，对不对？你一定有其他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你政府官员的施政目标嘛，就是你的政治利益嘛。老百姓的死活对你们来说根本不重要嘛。说到这儿啊，其实我想讲一讲啊，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按道理来讲，看到地震的时候，老百姓从楼往下跑，我们的那些基层的管理人员，出于人性的本能，都应该协助每个人尽可能到安全的地方。但是为什么他们现在的行为看起来却丧失了道德，甚至有些丧失人性？你想想，地震的时候人往下跑，你要阻止这些人，你但凡有点人性，你能做得到吗？做不到吧，对不对？如果我们抛掉所谓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我们就复归一个人最基本的常识，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从危险当中刚刚脱离，我们正常的措施是什么？一定是让帮助他脱离险境，而不是让他重新回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基本的人性嘛。但是现在看看我们那些基层的官员，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有些人会解释啊，说在现代社会中间，由于分工的链条太长啊，它出现了一种所谓现代性的迷失，就是每个人只负责他非常小的那一块具体的工作，而这个具体的工作对于全局来说，他已经分不清这个全局工作的目标了，于是呢，人就被工具化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卓别林当时演的电影叫《摩登时代》，其实所反映的就是这种现代性啊对人性的异化。在这个组织结构中间也一样，每个人都负责自己那一小部分的工作。比如说这些居委会的人，他可能就是负责不让居民出来，他其实对整个这个防疫措施的根本目的他都没有想过。对于他来说，他只需执行这样的政策而已，所以对他来说，他也判断不出来这个政策本身它的目标甚至它的道德性。全部回家，不要在这打对对，这个只是地震，4000人民啥事没见过，快回去不要打对对。所以你看那些大喇叭里头喊的那些措施了吗？喊的那些话了吗？不像人喊的，像什么？像 AI 喊的，就看见有人出来之后，自动开始喊，赶紧回去。不像人，因为人什么？人有恻隐之心，人有道德判断。但是对我来说啊，其实这个措施啊，就是成都市这个新闻所反映出来的，并不是由于现代性的迷失，而是因为什么？而是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或者说政治对人的异化。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啊，有正常的人伦纲常，比如说我不能杀人，对不对？杀人的话，这是不好的，是犯罪。但是呢，你要知道，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异化下，人就会对杀人这个行为啊，丧失最基本的是非判断。比如说在文革期间，我们对那些地富反坏右的那分子啊，喊一通口号就把他给杀了。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嘛，是坏人。
就杀人虽然不对，但是杀坏人就没问题，而且还是正确的事情。这就是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嘛。对那些观点不一致的人也是一样啊。大家都知道，当时北京有一个年轻人叫做玉罗克，这个玉罗克啊，他写了一篇大字报叫《出身论》。出身论他就是认为，其实这个每个人呢，不能因为出身来定义他的政治立场，更不应该定义这个人在社会中间的社会角色，因为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不是这样论述的。结果呢，跟文革期间的那些论述啊相冲突，最后呢，在工人体育场开了一个8万人的审判大会之后，押到法庭上，押到这个刑场上就给枪毙了。仅仅是因为政治观点不一致，就把这个人枪毙了。当时啊，工人体育场那些围观的人山呼海叫般的喊口号，都认为玉罗克罪该万死，罪有应得。今天看来觉得特别可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其实相对来说对那个时代的这个意识形态啊，或者政治观点呢，不接受了，所以我们觉得荒唐，我们开始复归常识来看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如果看我们今天的这些防疫措施，从某种角度来讲也会雾里看花。就比如说成都这样的一个防疫措施，在一个政治逻辑里面，在这样一个政治逻辑里面，就防疫本身成了最高的利益，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所谓居委会的人，他们呢，或者社区的人，他们就只会对自己的政治政策负责。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看见人只要从楼里出来，就会下意识的劝这些人都得回家，你不能在外面。至于人的安危，至于每个人生命的价值，他们已经忘记了，或者说他们在他们的思维里面被逐渐的给当掉了。这就是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或者说政治对人的异化，非常可怕吧。所以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么如何才让我们这个社会的人要复归常识呢？要我们对其他人有悲悯之情呢？要复归常识来进行社会管理呢？其中在我看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啊，可能要不断的进行讲道理，做启蒙。我经常讲啊，所谓邪恶啊，就讲目标，讲立场。因为你当有了立场以后啊，其他人价值观也不重要了，其他人的生命也变得不重要了。但是正义啊，就要讲规则，讲权利。因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可以做什么，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标准。这个清晰的标准是为了维护我们的个人自由。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不会忘掉每个人是人这样一个目标。所以啊，看似是一场地震呢，震出了我们整个四川，甚至包括我们全国现在这种防疫措施啊，它真正目的。全国各地啊，据统计啊，已经有30多个城市在封城了。那么他们会封多长时间，我们也不知道。那么这些封城都是为了我们每个居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吗？不是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提问说的特别好，这些下楼的人叫恶意逃生。你的逃生如果跟政治目标不匹配，就是恶意的。这就是今天的中国的社会现实，这就是政治异化之后的荒诞的社会现实。好，现在地震已结束，请大家继续回家，不要在现场逗留。